多了啊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兄弟，如果你是女人，这么小鸡肚肠，我非常的能够理解。但问题你是一个男人，我们男人的气量本身就应该比女人大得多，不是我说你。你看你疑神疑鬼、斤斤计较，活得多累啊！你刚才说他怀疑你二婚，那么从一个女人刚刚给你订婚，突然人家传言说二婚，那么一时之气是有点过激，但是你不能到今天为止耿耿于怀，完美无缺的爱情，那只是神话传说。生活当中的爱情、婚姻就是这么磕磕碰碰，男人有时候大度一点。当然有一个问题，我认为你是有问题的。他既然这么小鸡肚肠，你也喜欢他，那么他的工资单呢，你就不要拿了，每月呢双定，拿出多少生活费由你支配，供家用就可以了。那么对彩礼这个问题，你说叫你丈母娘到你家里去道歉，你认为有意义吗？我觉得有必要，这太没面子的问题。我觉得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如果你这个结打不开，我倒建议你考虑你们的婚姻，因为很多的问题在家庭当中都是情理问题，而不是法理问题。你非常敏感的把有些问题都会提升，这是面子问题，再提升，哎，这是个法律问题，这是一个道德问题。于老师刚才那个我不赞成，我还是坚持我观点。如果他家里不是他妈不给我妈道歉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娶。道歉有很多方式，不管如果他妈妈认为自己这一点有点过了，他到你父母家里去吃餐饭，其实也是代表着道歉了。毕竟我们那里有一个这样的一句话，说是抬头嫁女儿，低头娶媳妇儿。我不可能说让我妈这样子过来跟我公公婆婆这样道歉。我觉得我可以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，就说让她把那个就说不加彩礼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说道歉这一块，我也觉得我妈肯定不可能说不去道歉的。叫你的父母到他父母家里去，哎，亲家，哎，我来了啊。哎，哄一哄嘛，大家两个老人有什么问题？必须得道歉，必须来一趟。这男人都计较成这样，他那工资到底有多少？还给他呗，干嘛呀？给自己整那么累？你也有工作的，给妹妹买个裙子，买个衣服，用自己的钱，理所当然、理直气壮的，干嘛呀？天天让人家数的。我要找这么一男朋友，我得疯了。这女人，健康、美丽。爱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呀？你都38岁了，2万块钱你也拿得出来，你较那个劲干什么呀？于老师，我一家人幸福在一起，生活是最美好的。我打断一下，其实这2万块钱我无所谓了，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孝无所谓就拿出来就完了呗。但是我妈那个人，我得考虑我妈的感受啊。你不要找借口，什么你妈不同意，你妈不同意，其实就是你不同意。大老爷们儿，你挣钱比他多4、5倍，在乎吗？你不要天天去。我这个钱给了他，我妈一辈子不痛快。我跟你说，你妈只是一借口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面那个结没有解开。男人活得大气一点，有担当一点，是不是？你要爱你的女人，你爱你妈，你要爱她妈，你们俩要结婚是夫妻，双方老人都要尊敬的，干嘛非要纠结在这事儿上？2个人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了啊！我们做过一个调研，问题是，长久的婚姻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排前3位的分别是沟通、忠诚、钱。现在你们还没有结婚，只是订婚阶段，就出现了2个问题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沟通。先说钱，你们其实对对方家里人，甚至于对对方关心在哪里，刚才的对话没有听到，只热衷于钱的支配权。男士，你是把钱交给了女方，但是一点也不心甘情愿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基于最基本的信任。就比如，朱老师，我打断一下，你的话说的我不爱听。我把钱给他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我发誓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是心甘情愿。好，但是鼓励一下。但是这个钱呢，就说是花在我家里，而不是花到他家里。爸，你既然是心甘情愿的给他，为什么要给？是因为你们觉得你们2个人要在一起，钱可以说是共同的，在一起。你让我说完吧。你们在于钱的热衷，大大的多于对对方关心的那个程度，包括对对方家里人。你爱他，就要对对方的家里人尊重，因为那是他的妈妈。
你居然让他的妈妈说你必须到我们家来向我的妈妈道歉认错，我才能跟你结婚。如果是这样才结的婚，接他何用？第二，沟通，你们俩之间太不善于沟通了，有你的问题也有他的问题，对方不愿意把钱花在你妹妹身上，为什么不跟他说要去花？他无意间看到了这一点，才发现了。以他的性格，事儿大了，他会想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是这么办？先斩后奏，甚至于做了都不说，还是我看见的。那钱放在你那儿踏实吗？他不踏实。对你有信任吗？没有信任。他为什么会跟你的母亲有这么大的矛盾？为什么你的母亲和他的母亲会直接发生冲突？在你们这个本应该是隔离带的这个区域，根本就没有做好沟通的工作。结婚是2合1的一个过程，不光是你们2个人，还是你们2个家庭。钱不光是要合在一起，怎么用也要2个人同心。徐老师，我就不，第一种观点我赞同啊，但是你刚才说的话，就是结了婚之后是2合1嘛，我觉得2合1还是有区别的。你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你的斤斤计较还表现在老是打断别人说话。你至少让人家说完了之后，你再评点吧。说完我再插啊。真正的2合1，心在一起了，人都是自家人了。你如果面对他的母亲，面对你的妈，你能跟他说你得和我的亲妈去道歉，这是作为晚辈应该做的事情吗？你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，更谈不上他的家里人跟你也是一家人了。你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做一家人的准备，谈什么结婚？你说什么？给你1分钟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先说了吧。可以。你就说结婚之后2家是合2为1，对吧？我觉得在中国的话，合2为1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的很多的传统，比如说嫁出去的女有泼出去的水，特别说女方如果说有兄弟姐妹的话，她如果嫁出去的话，我男方的话，我是没有抚养权的。小陈啊，问个问题啊，中国传统是没进洞房之前2个人都不能碰面的，你们没进洞房之前传统全都丢了，怎么这会儿你讲传统了？对吧？中国的传统是女方要多少聘礼，男方有钱的情况下就得给，你都不愿意给，你讲什么传统啊？中国的传统对讲孝道，你讲了吗？但是传统也讲规则嘛。啊，只讲他讲规则，我跟你说讲规则的传统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跟你说讲规则，尊老爱幼应该讲吧？那对方的母亲是你的长辈，对吧？你做到对他的尊重了吗？而且小陈，我告诉你，是你把问题搞复杂化了。这种道歉一般是撕破脸皮的时候做的，哪怕今天去了道歉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今后的婆媳关系？如果这样去冷冰冰的道过歉，以后这个媳妇她会对自己的婆婆耿耿于怀的。你在制造矛盾，你知不知道？但是总得有个表示吧。你们俩真正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说清楚，就在于他挣的比你多。你要试试你是他的5倍，他会这么清清楚楚吗？未必。2人的家庭教养和家风也不一样，你们家是混混沌沌，不分彼此，他们家是清清楚楚，各自为政，哪种好哪种不好，哪种都好也哪种都不好。第一点，还没有结婚，在订婚状态，财政是切不可放在一块儿的。订婚它只有道德约束，却没有法律效应。即便是在这段时间，你们如果彼此发生了经济纠纷，将来如果不结婚，你们也说不清楚。但是我认为你们2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家风和规矩可以合2为1就很好。一家人在一起要不要不分彼此，相亲相爱？如果能这样，当然更好。但问题是又有几家人能够做得到？如果彼此一家人能够相亲相爱在一起，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和这个结果往往是相反的，就是要清清楚楚。你只有清清楚楚了，你才可能不分彼此。你开始都没有算清楚，你怎么可能不分彼此呢？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彼此家人在一起，在经济上的互帮互助肯定是有的，你不可能太清楚，那样的话太没人味儿。但前提条件是要清清楚楚。什么叫清清楚楚？就是你的钱是你的钱，我的钱是我的钱，你要用我的钱你跟我商量，我要用你的钱跟你商量，你要给你们家买多少东西咱们一起核算着，这叫清清楚楚。你在不通过他的
允许的情况下，拿他的工资卡给家人买东西，这就叫没有清清楚楚，就不可能有相亲相爱。因为这种相亲相爱，搞得糊里糊涂，他根本不知道你花了他多少钱，你是怎么花的。如果分不清楚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结果就变成了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所以说，如果夫妻之间做不到完全的信任和清清楚楚，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相亲相爱。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涂老师，你算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那下一步怎么办呀？那下一步我还是那个态度，就是他妈，所以啊，他妈还必须要有个意思。我说句话吧，好多事情啊，弄得太清楚，真就没人味儿了。尤其是两口子之间的事儿。涂老师的意思是说，该清楚的清楚，该含混的含混。那清清楚楚不是什么事儿都较真儿，你太较真儿了。我问男生一个问题：如果哪天你要是遭了难，你认为女方家也会不会来帮你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可能你家就比他家穷了，你觉得他们家会不嫌弃你来帮助你吗？没有想那么多。好吧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有的时候你在自己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，恰恰是你混得比别人好的时候。当你混得比别人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不想分得那么清清楚楚。如果别人那个时候那样对你，你就会觉得别人特别没人味儿。我会觉得，你算得过于精明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会丢掉。那个账啊，在自己心里记就行了。这世界谁都不傻，但是呢，大家都算得比较精。我觉得他们还应该有意思一下。这个东西的话，我觉得面子过不过去。这没关系，你可以坚持。如果你觉得面子比媳妇儿重要的话，那你就要你的面子去。你要想家庭和睦，你要真不缺那2万块钱就给，你要真缺你就说妈对不起，我真拿不出这个钱。你看人家妈什么态度？像你这样蛮横的，我有钱啊，我就是不给你啊。我是他妈，我根本不要你这女婿，是个男人吗？来，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他们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，我觉得关键其实还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信任。虽然你妈这个事做的不对，但是呢，你反正你自己家里看着办嘛，我无所谓了，只要我妈是吧，不会太在意就行了。这个彩礼钱的话，是我妈，她可能也是顾及自己一个面子，我回去可能会跟她这样说一下，但是就是说，如果说让我妈这样子过去道歉啊或者怎么的，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过。其实想想，我还是想我们俩能继续走在一起的。如果说真的以后能在一起的话，也都希望像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样子，一直都甜甜蜜蜜的。好，换箱子吧。2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想开点啊，这媳妇儿不错啊。请关门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如果你的未婚夫就跟这个小陈今天的这个表现一样，嫁你就选赞成，不嫁你就选反对。来，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96%的观众朋友说不嫁。没了。哦，100%的观众都不嫁呀。这个只代表你们自己，不代表人家姑娘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还要他妈去道歉吗？还要你未来的丈母娘道歉吗？我觉得。你这个就说的，我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。你为什么写这个呀？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？说你不愿意让我拿你的工资卡去还你，但婚还是要结的。我们以前吵过闹过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存在很多的问题。今后我还是愿意把我自己的那个缺陷还改过来，希望你原谅我。好，哎，这个劝道的好。来，有请小花童吧。哎，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精美的套装礼盒。送这份礼盒给你的爱人，就代表着向你最深爱的人
发出内心的说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追生活想人生，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求婚时刻吧。嫁给我吧，我一生一世对你好。不愿意。哎，请亮灯，希望你们能幸福，胸怀大一些，爱他周边的人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抱回去。来，哥们儿，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对人家几斤几两呢？啊，没问题。哎，等一等，哎，你拿着礼物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慢点，小心腰啊！不能放下，一直抱到后台啊！回头。